近日，美国总统拜登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第20次通话，两人对于向拉法发动地面进攻依然存在分歧。拜登希望停止，而以色列则坚持继续推进。停滞多天的加沙停火谈判18号在卡塔尔多哈再次开启。哈马斯向调解方埃及和卡塔尔提交了一份全面的谈判愿景，内容包括以色列停止对加沙的军事行动，撤出加沙地带，让加沙地带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以及互换被扣押人员等。哈马斯高级成员哈姆丹昨天表示，以色列方面对这一提议的反应总体上是消极的，没有对哈马斯的诉求做出回应。以色列政府应该对加沙地带仍未实现停火以及被扣押人员仍未获释负责。联合国方面此前曾多次警告加沙地带饥饿现象持续加剧，同时批评以色列对进入加沙地带的援助物资层层设卡，以方对此予以否认。同一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与到访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举行会谈。会谈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欧盟和联合国对加沙地带局势和当地正发生的人道主义灾难感到极为担忧，呼吁各方尽快达成停火协议，释放巴以被扣押人员，并允许更多人道主义援助抵达加沙地带。And so we must act now before it is too late. I call on the Israeli authorities to ensure complete and unfettered access for humanitarian goods throughout Gaza and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fully support our humanitarian efforts. 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拜登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再次通话，这是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两人之间的第20次通话，也是间隔时间最长的一次。There was a real awkward silence that was brewing between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and President Biden over Israel's handling of the war, and namely the humanitarian crisis unfolding in Gaza. Well, that silence was broken last night when the two leaders got on the phone together. Now, the White House says President Biden told Benjamin Netanyahu he needs to come up with a coherent plan, not just for defeating Hamas, but specifically dealing with Rafah. 美以领导人通话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透露，以军在拉法的军事行动计划是双方谈论的关键问题。拜登建议在未来几天内派遣一个由军事、情报和人道主义官员组成的高级跨部门团队前往华盛顿，听取美国对以色列现有拉法行动计划的担忧，并制定一个替代方案，在不开展大规模地面行动的情况下，打击在拉法的哈马斯关键人员，确保埃及和加沙边境的安全。按照沙利文的说法，内塔尼亚胡在电话中已明确同意，最快于本周末派遣一个代表团赴美讨论和接触。但外界注意到，沙利文在白宫记者会上更多披露出的仍然是美以双方的分歧。他一开始就暗示，两国领导人之所以1个多月没有沟通，责任在于以色列。Prime Minister, of course, knows how to reach President Biden. If the Prime Minister felt he needed the President for some reason, he would have picked up the phone and called. 对于内塔尼亚胡要求在拉法开展大规模地面行动，沙利文称，美国政府认为这是一个错误。路透社指，白宫方面的措辞和表态反映出美国和以色列矛盾扩大，领导人之间的电话没能弥合早已摆上台面的分歧。而内塔尼亚胡公开承认，他与拜登对于向拉法发动地面进攻存在意见分歧，以色列仍将推进相关行动。内塔尼亚胡19号对以色列议员们表示，他已经非常明确地向美国总统表示，我们决心彻底消灭拉法的这些武装分子，除了地面进攻行动，没有其他办法能够做到这一点。观察认为，即便是承受巨大压力，内塔尼亚胡也要在拉法开展军事行动，背后的原因是为其个人的政治利益。根据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的最新报告，在本轮巴以冲突之前，以色列国内对于内塔尼亚胡执政能力的不信任已经处于高水平，巴以冲突加剧了这种不信任。